你相信每一次的股市崩盘、经济危机都只是巧合吗？如果你信的话，那么你现在可能已经被请君入瓮，然后被瓮中捉鳖了。为什么？曾经有人问这个股神巴菲特，你的投资理念呢很简单啊，为什么大家不会去直接复制你的做法呢？然后这巴菲特就说因为呢是没有人愿意慢慢支付啦。那么你听完以后呢，就觉得很有道理啊。对哦，是我太心急想要赚钱了，我应该要慢慢赚钱才对啊。结果你会发现，巴菲特现在90多岁嘛，他大概呢就赚了3-4千亿美金，但是这里面他有800多亿美金也就是20%左右，都是在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赚回来的。所以你意识到了吗？真相是什么？你问一下你爸妈，或者是你阿公阿嬷，他们20多岁一无所有的时候呢，买的那些什么保险，等到现在他们退休了，可以拿出来了，那这钱滚钱的雪球呢，是不是已经滚起来了呢？你是不是已经变成了富二代呢？我没有恶意啊，只是想要告诉你，巴菲特的公司呢就是卖保险的，然后呢拿着你们买保险的钱去做投资的。所以大部分的人呢，并不是因为想要赚快钱所以才会穷的，相反，他们就是因为习惯了慢慢的支付，所以才会穷的，难道不是吗？而真相就是，所有的人为崩盘、危机之类的，反而是我们商人和投资人赚钱最快的方法，也是我们大部分财富的来源。因为这并不是一场金钱的灾难，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棋局。而我们粉丝兄弟姐妹呢，都在一起见证这一场棋局又在最近重复的上演，而且已经来到我们收割财富的环节了。什么意思呢？大家好，我是曹医生。每一次的经济危机呢，都有一个结局是肯定会发生的，就是当无数人失业破产的时候，他们都会想要卖房子、卖股票、卖资产来套现。而当每个人都想要快点卖出去套现的时候呢，你卖的不比别人便宜的话，你是根本卖不出去的。所以无数人辛苦赚回来的资产只能贱卖。这个你同不同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商人和投资人就会拿着天量的现金买入这些贱卖的资产，而这只是一切的开端。你会发现，当你贱卖完资产之后呢，美联储为了拯救经济，就会去大量的印钱降息。简单来说就是放水，把这个钱放到市场上面。而这些钱并不会给到刚贱卖完资产的你，因为你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去抵押了，甚至连这收入的证明都给不了了。但是我们商人和投资人却可以拿着刚从你手上买回来的资产去做抵押，借出更多的钱，然后再买入你们贱卖的资产，然后再抵押，再借钱，再抄底。你以为这样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加杠杆风险是很大的吗？但是你会发现，当政府都在鼓励我们借钱，然后买入资产的人越来越多，卖出资产的人越来越少的时候这些资产的价格就会暴涨。比如说我买了1000万的房子，500万是问银行借回来的，结果房子涨到2000万了。那么请问我欠银行500万的负债，风险还大不大呢？而大部分贱卖资产的人他们就只能眼看着资产上涨，然后就很难的把资产买回来了。而且当市场钱太多的时候就会流进消费的市场，物价也会跟着上涨。他们甚至连饭都要省着去吃的时候请问谁的风险比较大呢？而最后，当贱卖资产的人选择重新开始了，然后再慢慢努力的赚钱，然后再存钱买进资产的时候资产的价格就会再进一步的飙升，而我们商人和投资人就会在这个时候把昂贵的资产卖给你。那么当我们大量的出货卖资产还钱去杠杆的时候，市场的价格就会在短期内瞬间的暴跌。如果市场的价格继续下跌的话，那么我们手上还没有卖清的资产将会就需要去贱卖了。所以市场上就会又重新的传出来好消息，吸引大部分的人再进场买进当年他们贱卖的资产。这就叫做请君入瓮。因为当年他们就是经历过贱卖资产，然后被抄底了，所以现在他们就会觉得短期的暴跌就是他们人生里面最后一次抄底的机会了。现在不买以后就买不到了。结果当他们进场接盘，我们把资产以高价出清给他们的时候市场又可以传来坏消息了，恐慌的指数就会创下新高，崩盘又会重新的开始，贱卖资产的人又会再一次的贱卖资产，这就叫做瓮中捉鳖。而为了吃相不那么难看有一些大户和巨鳄可能还会留下一些资产，是永远不会卖出去的。因为这样就好像我们是跟大部分的人一样的，都有在这一次经济危机里面出现亏损，但实际上他们大部分低买高卖的资产早就已经清理掉了，利润已经很不错了。而现在这个收割的进度条到底去到什么位置呢？结果又会如何呢？
我们又会如何的去布局呢？如果说你不想要沦为这场棋局的棋子，或者是牺牲品，甚至说你希望通过这个局来跨越你的阶层的话，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呢，我后续会给到你更多的资讯。那么如果说你怕自己听完以后没有执行力，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呢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跟着来做。所以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美国的资本家正在做空美元了。很多人都觉得我这是在瞎讲，但我想要说的是，这个并不是我说的，而是花旗集团，也就是美国老牌的资本说的，只是说他说的很委婉，说现在很多的投资人都在借美元，然后投资到其他新兴国家的货币上面，比如说这个土耳其巴西之类的，他们玩的呢叫做赚利差。什么意思呢？就是市场的资本呢都会预期这个美国9月份降息之后，美元就会贬值嘛，所以现在就可以在美元还很值钱的情况下介入大量的美元，然后兑换成其他国家贬值的货币，比如说现在100美元可以兑换14000左右的日元，那么等到美元贬值的时候呢，其他国家的货币就会升值，比如说到时候8000日元呢就可以把100美元换回来了，那么我们换过来的时候呢是14000日元，换回去的时候呢是8000日元，这里面是不是赚了6000日元啊？这呢就叫赚汇率。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把美元换成日元，是不是就等同于卖美元，然后买日元啊？卖美元其实就等同于做空美元嘛。所以我们最近必须要关注一个指数，就是美元指数。我们看这美元这1-2年自从升息之后，一直都是很强势的，然后就会一直在这2条紫色的上升通道里面稳健的发展。每一次就算跌到紫色上升通道的底部呢，就会出现反弹嘛。所以上升通道的底部呢是一条很重要的支撑线。但是最近这1-2个月呢，美元已经跌破了上升通道的底部了，而且这几天跌得还很快。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大量的资金呢有可能已经从美国开始撤离了。所以最近就很关键，因为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撑位，也就是绿色这一个区域。每一次美元只要跌到100、101左右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反弹。所以我们就要看这一次会不会跌破。如果跌破的话，这就会吸引到更多的资本一起去撤离，甚至一起去参与做空美元，然后美元上升的趋势呢就可能会因此改变了。但后续会如何不知道。现在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就是美元从最高114跌到了现在101，其实呢已经代表资本已经提前了撤离了部分的资金了。撤离的意思呢就是卖出一些资产，套现成为美元，然后兑换成为其他的货币。只是说这撤离的速度呢是很慢的，因为大户出货呢都是要慢慢的出的，不能一下子卖的。比如说整个城市的房子都是你的，你一下子都拿出来卖了，那你那个城市的房价呢就可能会暴跌了，然后呢就算贱卖也卖不出去嘛。所以大户撤离的时候呢，大部分的人都是没有留意到的。直到上个月7月31号，日本正式宣布升息了，而且还放出这个狠话，这仅仅是刚开始啊，那这就很恶心了。我们的粉丝兄弟姐妹都知道，美国一直以来要用钱，但是不够钱的时候呢，都是从这日本那边借过来的。因为日本的利息极低，对于很多资本家来说呢，相当于借钱是不用还利息的。那他们会怎么样？加杠杆的去借啊。我在你日本借钱，在我们美国买了一些股票，然后把买回来的股票抵押给你，再借出来一些钱，然后再拿去买股票。当每个人都这么做的时候呢，股价就会上涨嘛。然后我再抵押给你的时候呢，又可以多借出一点钱了。而且你日元一直是贬值了，相当于我借了你100块日元，但因为你贬值了嘛，所以我还给你的时候呢，只需要还50块。而现在你这日本却升息了，导致了日元呢也升值了，相当于我的负债呢直接飙升了几倍啊。所以我就只能很快的卖掉美股，换回日元，尽快的还清负债。也因为这样，美股呢前段时间就跳空暴跌了。也就是说，本来人家大户呢是慢慢的套现的，你现在就逼着他们要赶快的去卖，而且是不问价的卖，你这样是不是动了人家的利益呢？所以你发现日股也跟着暴跌了，因为日股大部分赚钱的都是外资啊，而大部分呢都是来自于华尔街啊。所以结果第二天日本呢就归下了，之前的阴息呢就没了，然后就说我不会再升息了。为什么？之前影片讲了，因为这些年日本政府呢一直鼓励日本人进去这个股市里面赚钱，
就是这小学生都要开始学习炒股了。就是日本人很早就躺平了，那不如就全民炒股吧，对吧？结果这日股崩的比美股严重，你国民的钱都被蒸发了，那你要不要归下呢？所以到头来还是无解的妥协了。股市呢，这几天之内反弹回去了，虽然说这速度很快，但大部分人之前买的时候都是买在最高点的，到现在依然还是没有解套的，也就是说还在亏钱的。很多人因为看见自己亏损变少了，所以就放下心来了。当你思考一下，山雨欲来风满流，一次的风暴结束呢，并不代表这山雨不会来的，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大量的资本为后续的出货铺垫。这里注意听哦，首先美国的数据开始回归真实了。过去这美联储升息呢，是为了剪羊毛，就是抽干全世界的美金，然后导致其他国家出现经济的危机，最后用升值的美元去抄底人家贱卖资产，这我就不多说了。但问题是，升息呢是有上限的，升的太多呢，这债务的成本就会太高，它自己呢也会爆的。所以你会发现，美联储呢把利息涨到 5.5% 之后呢，就没有再继续的升息了。但是你发现很多国家的经济呢还没有完全的崩盘，比如说中国，那么难道剪羊毛就要结束了吗？所以他们就会一直说，目前只是暂停了升息，但随时还是有机会再继续的升息的，甚至说自己不会降息。这个呢，就是用预期的管理来操控全世界的汇率。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不需要再升息了，我只需要告诉你，我可能会继续的升息，或者是不会降息。那么美元呢，就会一直的很强势，流进去美国的钱呢，就不会流走了。同时呢，美国也不需要付更昂贵的利息了，能听懂吗？而美联储升息和降息的理由呢是什么？就是我们国家的经济依然是很强的，所以呢就要用升息或者是不降息的政策来打压降温一下。而他们为什么会认为自己的经济很强呢？他就会用数据来告诉你，通胀很强，失业率很低。但问题来了，前段时间呢，美联储他们已经开始质疑这就业的数据是假的，是有问题的。结果最近呢，他们的政府就出来说了，去年4月到今年3月的就业数据呢，是真的出了问题的。原来呢是新增了290万个职位，结果公布出来，里面有82万都是算错的，也就是说，错的数据里面多了30%左右的人呢是有工作的。但问题来了，人家美联储是根据你这个数据来决定升息和降息的。你现在说有出错，而且错还错那么多，这代表什么呢？代表美国的经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甚至可能已经出现了衰退了。也就是说，利空的消息呢，已经慢慢的渗透出来了。当大家预期美国经济很好的时候呢，就会吸引全世界资金去买美国的资产。但现在现实告诉你，现实呢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的时候，大家就会变得恐慌了，然后就开始不问价的卖掉手上的美国资产了。这就是买预期卖现实。而在此之前呢，大户早就已经出货了，他们要做的就是去做空这些资产，因为当价格跌得越多，他们赚的钱呢就会越多。而一旦资产跌到底部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低价重新买回来。所以赚钱最快的方法呢，当然就是要知道这些内幕消息啊。但是内幕消息呢，却只会在大户的手上。很多人以为今天如果说我能够提前的知道一家公司内部情况很好，赚很多钱，然后在它公布出来之前去买进它的股票，那么我就可以去抄底，然后就只需要等待暴涨了。我笑了，你有没有见过财报亮丽的公司公布完财报之后就出现暴跌了？你有没有见过什么市盈率很便宜、估值很便宜的公司，你一买进去就暴跌呢？比如说这个美股阿里巴巴，300块跌到200块的时候，无数人都进去抄底了，结果呢就跌到了100块。你100块进去抄底的时候，结果最低呢就跌到了50多块，不是很便宜吗？不是很多销售的数据都很亮丽吗？不是中国的龙头企业吗？所以对于我们投资人来说呢，真正的内幕消息呢，不是消息本身，而是大户的资金动向，他们到底要不要投这只股票。因为不是说今天你凭感觉，或者是市场的新闻说这只股票呢会涨，然后呢它就真的会涨的。真正决定一只股票要不要涨，是市场有多少人买，有多少人卖，也就是供需的关系。就好像股票一样，越多人用钱去投票给一只股票，它就会涨。而大户呢，就掌握了80%-90%的票，因为他们手上的筹码资金呢，是散户不能够比的。而这一切他们买卖的痕迹呢，只有在图表上才能一览无遗的。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有1、2万美金以上的闲钱，你知道如果说我不去投资和理财，你就只能看着它贬值。但是你把钱投出去却是凭感觉的，或者是你是靠听人家介绍的，那么你就等同于把自己辛苦赚来的钱呢拿去赌场买大小，只是说赌场呢是一把过的亏完，但是你乱投呢就是慢慢的亏，像放血一样。所以就算说是阿里巴巴，它也能最高涨到300美金的。你看我们以前的影片，我们都靠它赚了不少钱了。所以这个是股票或是其他资产本身有问题吗？不是啊，因为有人是赚到钱了。也就是说，因为你买卖时机的不对，仓位管理的不对，以及完全对风险管理一无所知，你没有任何进场和离场的机制，允许自己亏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获利落袋为安。最重要的是，你在玩一个赢就赢1块，输就输100块的游戏，那么你长期这样玩下去，你投资什么呢，都将会输到只剩下内裤。所以呢，我们要投资，但必须要是有系统、有规则的去投。我们一定要学会步步为营，只在最简单的牛市、暴涨的趋势里面去投资，然后在你看错方向和趋势的时候呢，做出最低风险的止损。而且我们不但玩大概率会上涨的游戏，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玩高赔率的游戏。简单来说，今天抛硬币，我不但会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抛出正面，而且如果我猜对是正面的话，我赚就赚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也只是亏1块。如果你希望学习这一套规则和系统的方法，接下来呢，我送你一套福利，只要你是我的粉丝，你就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免费报名我快要下架的2024年最新的股票投资班了。简单来说呢，经济的数据一直以来呢都是资本家利用来操控市场的工具。当市场的数据开始修正了，那么就算美联储9月份紧急的去降息，但是也会为时已晚了，甚至会增加市场上恐慌的情绪。而现在呢，就是先把各位对9月份降息的预期拉满，重新的拉升一下美股，然后继续的在高位出货。所以呢，这跟狼来了差不多了。预期降息呢是可以把资产的价格拉升的，但真的降息的时候呢，那之前该涨了都涨了，大户该出货了都出货了，那就可能变成了一道利空的消息了。因为降息呢，并不是因为经济降温才降的，而是伴随着大量修正，证明这个经济已经衰退的证据了。那么资产的价格呢，尤其是股市，可能就会被无脑的砸下去了。尤其是最近你会发现，除了我之外呢，很多科技的巨头呢，都开始释放一个消息，就是 AI 毫无疑问是我们人类的未来。但现在 AI 呢是没有利润的，但它却有这个天量的开销。研发阶段呢，简单来说就是烧钱，这跟当年的冷战差不多了。大家都在拼速度研发火箭上太空的，最后呢就把一个国家的钱都烧完了。那么我们作为商人投资人要的是什么呢？是赚钱啊！这个东西很牛，但不赚钱还亏钱，而且还不知道要亏多久。最重要的是，你研发出来之后呢，很可能就很快被同行复制了，被山寨了，被抄袭了，用比你更低的价格卖出去，就像当年互联网革命一模一样的。那么你会不会继续的投钱进去呢？如果说你是一个生意人，你是会利用这个 AI 的概念把这个股价炒上去，然后卖出赚钱呢？还是说你真心的砸钱进去一个无底洞，然后期待这个东西做成之后给你带来利润呢？所以唱空 AI 的声音越多，代表大户呢已经出货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呢，可能就是想要推倒股价，然后再做空这美股，来收割全世界已经流进去的钱。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市场上对这一次因为日元升值导致美股暴跌开始变得很乐观了。比如说这个高盛说，那些在日本借钱然后投资到美股的套利交易呢，已经全部的清仓了。也就是说，之后就算这日元升值了，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美股了。但真的是这样吗？日本负利率玩了7-8年了，全世界都在你日本借钱，然后投资到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的资产。你现在告诉我，就几天的暴跌呢，然后全部这些玩套利交易的投资人都把钱还进去了，都清仓了，那我怎么能够相信你呢？而且自从日本妥协了之后呢，这种套利交易呢，其实反而变得越来越多了。这过去的1周里面呢，在美国做空日元的资金呢，是增加了30-40%的。就连日本的那个券商呢，他们都在发现很多的客户也开始接入日元，然后兑换成美元或者是其他的货币了。所以这代表什么呢？
就是高盛之类的这种财阀还没有出完货嘛。美股不反弹呢，没有一个好的价格，他们又怎么去出货呢？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想要透过这一次的反弹，重新做一波很快的拉升，然后吸引那些散户，就是没有交易策略的那些人进场，让他们觉得涨得很快，赚钱很快，最后完成出货呢？这是不是一场请君入瓮，然后瓮中捉鳖的局呢？而且这一轮的暴跌呢，如果真的是底部，那么为什么巴菲特他要持有史上最多天量级别的现金，而不是现在去抄底呢？是巴菲特老了反应不过来了吗？所以其实各位要有自己的判断，在投资的过程里面呢，不要听市场上任何的噪音，包括我讲的，你也不需要去尽信，我只是分享一下我看到的，而我看到的是什么呢？对于价值投资者来说，你们的老师巴菲特他自己呢就是蠢蠢欲动，等着进场抄底的状态，但迟迟未见他有任何的行动。可能有时候他买进了几只股票，但却不是增长最多科技股啊、AI 股啊，甚至是他最喜欢的银行股。而大部分的情况呢，还是一直持有现金的。那么你就可以思考一下，到底这一次崩盘是刚开始呢，还是说已经见顶了呢？你自己去判断嘛。而对于我们趋势投资者来说呢，我们也是没有水晶球的，也是无法预言未来的。我看到的和我推论的，都只是一个辅助我们交易的参考工具。可能美股在我今天说完之后，可能就疯狂暴涨了，那也不一定的。但是真实的蛛丝马迹呢，是不能造假的。也就是说，再提醒一次，这段时间已经跟我们年头美股无脑暴涨的趋势不一样了。你会发现波幅已经变得非常大了。很多人就会觉得今天跌个20%，明天很快涨个10%，那我呢只需要再跌20%之后进去抄底，然后我不就可以很快的赚到这反弹的10%吗？他们会理解这样的市场情况叫做容易赚到钱，而我们趋势投资人理解的容易赚到钱呢，其实是像年头一样，今天就算我100块买进，明天跌到98块，但只要我无脑的持有个几天，它就会从98块涨到105块，然后可能跌到103，然后呢又涨到110，这种叫做大涨小回的趋势，对于我们来说呢，才叫做容易赚到钱了。那这些呢，前2期的影片有详细的教学了，你自己回头去看。所以在这种波幅很大的市场了，我们只有3个选择。第一呢，就是不参与，因为年头那段暴涨呢，我们已经有了很不错的利润，今年的成绩单呢已经很满意了。第二呢，就是手痒，想要赚这一波反弹的钱，然后以很少的筹码去下注美股。但是我们现在买的呢，不是 Nvidia 这种股票，而是像可口可乐、LMT 这种落后大盘，在牛市涨得不怎么样，但是在牛市快要结束，甚至进入熊市的时候，可能涨得很好的落后股。因为我们永远都是选择做风险相对比较低，同时利润也不错的交易，这样我们才能长期的在股市里面赚到钱，而不是说输输赢赢的，今天你赢了，明天又输回去，甚至一直都是输的这种状态。那么这一切呢，就是如何判断上升的趋势、简单赚钱的时机等等的方法。如果你到现在还听不懂的话，我还是建议你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免费走进我们的股票投资班吧。然后第3个选择呢，就是投资避险的资产。那这些上一部影片已经讲了，这里面只是想要提醒一下，美国已经开始加快的发行美债了。那么当大家都觉得美国很快就会降息，美债的价格将会上涨的时候呢，无数人也会像现在这样经常的去买入美债，而不少的大户呢也会从美股套现，然后把钱投进去这美债里面。这个呢也是一个对美股不太好的消息。因为股市好，债券呢就没人买嘛，股市差呢，大家都会买债券避险嘛。而最近呢，这一类型的新闻都在增加，这里呢就有一个诱导性的骗局，很多新闻都会告诉你美国要降息了，你过去的高收益投资要没了，这呢就要你降低你投资的预期，甚至告诉你未来呢会是低利率的周期了。那么如今3%的10年期美债是不是就会成为优秀的投资品了？如果说你相信了这一套逻辑呢，你就会去买长期的美债，那么真的是这样吗？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美国已经欠了全世界35万亿美元了，这钱呢基本上是还不上了，所以一直以来呢都是发新债还旧债的，也就是说发行更多的短期债券来还那些到期的长期债券。
然后你可以看得到，巴菲特是买了美债没错，但是他买的是短期的债券，而不是长期的债券。也就是说，长债呢是有流动性危机的，一旦没有人接盘呢，你买的长期债券呢就有可能卖不出去了。当然，我们散户呢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买进的数量是有限的嘛。但是当国家和大户的长期美债都卖不出去，那这价格呢就会出现崩盘了。所以你会发现，美国现在呢发行最多的是短期的美债，而不是长期的美债。就是我借你钱，然后3个月之后呢就把这个钱和利息还给你了。而且短期债券利息呢是比长期的高的，这个就说明了长期债券呢并没有那么的抢手。越来越多的人呢不想要长期借钱给美国了。而且一旦降息呢，美元贬值的时候，你也必须要考虑美元资产的贬值风险了。所以这些风险呢，我也只能这样提醒各位了。至于有一些酸民呢，就是一直会让我去证明给他看，我讲的这些呢是对的，不然他呢是不会信我的。我笑了，就是你信不信关我什么事呢？我又不欠你的，对吧？我做影片哦，就是对支持我的粉丝兄弟姐妹分享我所看到的，然后他们可能未必能看到的东西，我只需要跟他们做思想的连接，而我呢，也只需要对我的弟子负责任，告诉他们更详细的操作跟布局。所以呢，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先提升自己的认知。如果说你认为我的频道，或者是说我有1-2句话是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的，那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接下来呢，局势你预期会更加动荡，也就是说后面的影片将会怎么样呢？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的时间呢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的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说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然后还是约定你，我们下个礼拜呢不见不散，拜。